疼，一涵，好疼。疼，这就是你执意要嫁进将军府的代价。一涵，你要去哪里？记住，你若敢借着帝女的身份欺负秦音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疼。在家等我，等我凯旋，便娶你为妻。好，我一定等你。将军今日大婚，公主一个正妻从侧门入室，那个叫秦音的侍妾却被将军亲自抱着入了洞房。将军，不许你娶她！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是你曾经向我许诺的，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为何你现在要反悔？若非你是帝女，我根本不可能让你进这将军府。一涵，来人，把他拖出去跪着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起来。殿下得罪了，不好好跪着，奴才没办法交差呀。哎呀，将军可真坏。顾一涵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一涵，一涵，这位姑娘是……我不知。夫君，一涵哥哥，珊珊，你居然还能记得她，连秦谷都不能让你彻底忘记这个女人吗？我就是要你彻底忘了过去，不许再想起她，一刻都不许。什么？与你何干？一涵她中了秦蛊，忘了曾经，所以我劝你一句，不要再挣扎了。这一切果然都是你的阴谋，你就不怕我把这件事都告诉一涵吗？那就看他现在信你还是信我了。姐姐，你若是觉得我碍眼，我立刻就从一涵身边离开。你想死吗？谁准许你伤害婴儿的？我没有，一涵，你听我说，是这个女人给你下了蛊，才致使你忘了我的。你这编故事的功夫，真是连说书的都自愧不如，简直可笑！不是的，一涵，你信我。在这跪着，直到认错为止。
公主嫁了人，比以前冷漠多了。相爷说笑了，本宫从来都是这个样子。珊珊，你对我何必如此生疏？你明明知道。你若是无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珊珊，他对你不好是不是？他在你大婚之时，他还娶了另外的女人。一涵哥哥，他是中了蛊才支持他忘了我的。蛊？一派胡言，不过是借口罢了。他在外3年，分明早已移情别恋。你跟我去见圣上，现在就退婚。沈燕，你放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丞相大人，你想对我的夫人做什么？你的夫人，贵寒，公主千金之尊，岂容你3妻4妾？我将军府的事，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插手。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的给别的男人投怀送抱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没有最好，你给我记住，你是我的人。不要，你放开我！凤珊珊，再让我看见你和其他男人拉拉扯扯，你知道后果。你既不爱我，又为何要与我行夫妻之事？又为何要在意我跟其他人关系亲密？你既然嫁进将军府，就不能丢了将军府的脸面，给我记住自己的身份。何事？邢夫人说一定要见大人才能吃药。殿下，这顾将军怎么变成这样？是那蛊害的，我定会为他解开。殿下，芍药，替我上妆。是公主。姐姐走得这样匆忙，可是着急要去见哪一位情郎啊？滚开！我不想与你废话。想解蛊，就凭你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还没好啊？姐姐，你为何自己要往石头上撞？琴根本没有用力呀。他自找的，时间不早了，走吧，别让他们等久了。好疼，一涵，救救我！你怎么了？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？恭喜将军，公主这是喜脉。什么？她有喜了？是的，应是有1个月了。微臣先开几副安胎药，公主这次差点小产，务必要好好调养身子。如今有了身孕，你给我好好待在屋里，不要在外徇私成非。明明是他推的我，顾一涵，难道你的眼里就只有他吗？婴儿不会做这些，你也不必苦心孤诣的去栽赃他。你瘦了许多，可是在将军府受了委屈。皇兄说笑了，哪有的事？无需一阵扯谎。我早听说顾一涵被小妾蒙了心，冷落于你，只是你一直性子孤傲，不肯与皇兄承认罢了。皇兄，珊珊不曾说谎。
公主何必这般自欺欺人？林陀尘调查的西凉蛊虫一事已有了眉目，可有解？唯以毒攻毒，方有一线希望。以毒攻毒，两虫相斗，必有死伤。只是蛊虫以人之精血喂养，稍有不慎便会反噬，风险极大。丞相是否已有此蛊？珊珊，他当真值得你这般？若他解了蛊，还是这般模样呢？若此事没有他，我活下去也是索然无味，倒不如赌一把试试，也不至于后悔。皇上，当真要如此吗？珊珊她万一不痛，难以断了这孽缘。芍药，水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公主这是不欢迎我吗？无事。你这疤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。你还敢狡辩？堂堂一国公主，竟养起蛊虫来，简直不知羞耻！不是的，一涵。你明知道我喜欢的是琴音，却要通过这些歪门邪道，你是要在我体内养蛊吗？我是为了救你才这么做的，一涵，你信我。姐姐大抵不知道，若要解这蛊，可麻烦呢。你知道怎么把这蛊虫拔掉？解情蛊需用至亲之血，可皇帝是九五至尊，怎能受损？唯有……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就是自作自受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不，以涵，听我解释，这蛊是用来解你身上的蛊的，是解药啊！你给我老实待着！将军还狠不下心吗？若是任由蛊虫长大，姐姐也会被吸进心头血，竭力而死。以涵，求求你，这蛊真的是来解你身上的蛊的，我并没有想要害你的意思。不要再听他废话了，就照着婴儿的意思，现在就取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顾一涵，那也是你的孩子。傅珊珊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作茧自缚造成的，你才是凶手。不要，求你了！我不要！不要再听他废话了，就照着婴儿的意思，现在就取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顾一涵，我原本以为你会有心，没想到你对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如此绝情。将军，姐姐情绪激动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出去吧。顾一涵，我恨你，恨你！我不要！来人，将将军扶回房去。
凤珊珊，这就是你与我作对的下场。珊珊，如今你成了这副模样，也该幡然醒悟了吧？皇上，公主殿下如何了？死不了，不过总归是该死心了吧？微臣不曾料到那股会反噬得这么严重，微臣有罪。全当是病了一场吧。先起来吧。将军府现在什么情况？微臣来时见将军府乱成一团，说顾一涵蛊毒发作，正有蛊师在替他压制。边疆动荡，西凉国蠢蠢欲动，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将。传朕旨意，沈家长子沈望川统领3军对抗西凉。微臣替兄长谢过皇上。这是与你沈家的机会，若胜利归来，朕许你们加官进爵。沈家定不辜负皇上期望。珊珊，珊珊，这蛊毒都快深入骨髓了，你都还是忘不了他吗？可惜，我还不想看见你死。终有一天，我会彻底让你忘记这个女人。珊珊，珊珊，珊珊。顾一涵，你还我孩子！珊珊，珊珊，她在哪儿？将军，您身体未痊愈，不宜外出。快些走，别叫皇兄等急了。哪来的莽夫，竟敢冲撞本宫！珊珊，是你啊！太好了，没事。你是谁？放手！顾将军，将军，本宫怎么不记得我朝有一位你这样的将军？珊珊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记得我了吗？本宫从未见过你，又怎会记得你？珊珊，不会的。为什么不记得我了？笨兔子，你撒手！顾一涵，你胆敢胁迫皇亲不成？来人，拿下！皇上，珊珊是我的妻子，罪臣自知伤她颇深，可是一切都不是臣的所愿。我与将军并不熟，将军何出此言败我名声？你当真一点都不记得我了？我说了，我从未见过你。罢了，不记得也挺好的。杖责30，宫外行刑。皇兄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何竟对我说些狠话？许是战场上摔坏了脑子，在这胡言乱语罢了。他说的话呀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
可为何我却觉得他不像在撒谎？擅闯宫闱，冒犯公主，顾一涵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，但只求皇上再让臣见公主一面。不知死活，继续打！皇兄，他看起来十分虚弱，再打下去，怕是会出人命。珊珊，既是将军，那定当征战沙场，报效朝廷，不折在乱棍之下，岂不太可惜？皇妹说的有道理。顾爱卿，你可听清楚了？如若这是公主的期望，罪臣请旨出征，不平定西北，誓不回朝。顾一涵，你当真想好了？你身体尚未恢复，这是臣欠公主的，罪臣告退。珊珊，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何不适？只是莫名有些心烦。无妨，皇兄，为何这顾一涵认定我是他的夫人？我与他当真不相识。他不过是在痴心妄想罢了。珊珊，朕只有你一个妹妹，朕定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。我信皇兄。这都是皇上发的。将军，是我欠他的，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。是妾身不该对将军有妄想，早知道将军与公主感情这样深，妾身就不该随将军回来。这不怪你，是我忘了珊珊，才负了他。或许我跟他本就有缘无分。我答应过他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所以不能再留你在府中。但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寻一个好住处。妾，奴求将军不要赶奴走，奴自知身份卑微，不敢妄图。奴愿意长跪在门外，只求赎罪。此事已定，勿再多言。寻一个好。妾，当初西凉纷争，奴险些命丧黄泉，是将军救了奴，奴的命是将军所救，求赎罪。既然将军不在意，那么奴……你这又是何苦？先前未解公主身上的毒，奴已经被折损去了半条性命，怕是日子也不长了。若能死在将军的怀里，再好不。秦音，秦音，他情况怎样？秦夫人的脉象很奇怪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精气，十分虚弱。老夫医术不精，实不知为何。下去吧。主人，奴有罪。秦音，敢违抗我的命令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！奴该死。为什么要替顾一涵解了雇？他有将军的身份在，留一命，或许日后还可以加以利用。留一命？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，有什么资格擅作决定？还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可他如今已经上了战场了，也与公主彻底分开，再没了可能。主人何必？瞧你这样子，可是已经对他动了情。奴没有。秦音，若是顾一涵看见你现在这副模样，
还会不会继续可怜你，把你留在身边？奴知错了，奴才不敢妄言。知错就好，乖，喂饱它。不要！拿着。过几日，皇上会召见你入宫，我要你在他身上种下此毒，从此以后为我所用。奴遵命。记着，这不只是为了我，还有秦家的血海深仇。你是谁？我是沈相爷亲自从西凉请来的古诗琳琅，负责在公主身边伺候着。有劳琳琅姑娘了。琳琅姑娘一定美貌无双吧？陛下言重了。好无趣的人。沈相爷说过，古女自小以身体养骨，每日都会忍受蛊虫之痛，自是与常人不一般。这么一听，倒是有些可怜。殿下，皇上在前殿设了宫宴，正请殿下过去呢。宫宴？这次皇兄又请了什么人？听说是将军府上的一个女人。女人？顾将军已经娶妻了吗？不过是一个小妾罢了。那走吧，我们去瞧瞧。来了，且坐吧。奴见过公主。你就是秦英，新婚燕尔却派你父亲去战场，实在委屈你了。为国征战本就是将军应尽之责，若只是委屈妾身一人，便能换回天下太平，那妾身更是庆幸不已。没想到你竟这般明事理，真是令朕刮目相看。秦夫人好一张巧嘴，讨人欢心的本事，真是令本宫刮目相看。妾自知身份低贱，说话只会惹人生厌，若是有得罪公主的地方，还请公主恕罪。我不知，我就是看你来气。珊珊，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皇兄今日为何要将秦夫人请进宫来？前几日不知哪来的风言风语，说皇家呀苛待顾家。朕今日把秦夫人请到宫中，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。若非皇上，将军不可能统领万军，能替皇上效劳，奴定当在所不辞。我有些不舒服，先回去。可是奴又说错什么话了，惹了公主不快。无妨，她只是大病初愈，心情不好。是因为将军吧？将军待公主是真心的，只是阴差阳错误会了彼此，妾有罪，不该。他们之间没有缘分，与你无关。顾一涵不在京中，若是有人欺负了你，尽管与朕说。奴遵旨。小心。谢皇上。还有一事，妾不知当不当与您说。直说无妨。将军临行前告诉妾，他只想与公主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妾已嫁入将军府，再被赶出去，只会招世人耻笑。放心，朕不会让他羞辱。朕从松口将珊珊嫁给他，没想到他竟这样负她，这样朕不会再信。至于你，朕也会替你做主的。奴谢过皇上圣恩。先回去吧。圣上这是何意？为何要强行让秦姑娘做夫人？说什么凯旋之后完婚，简直荒唐。圣上愿我负了珊珊，无可厚非，想要此法让我多了面相。将军糊涂，圣上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让一个无名无分的女人做将军夫人，就是想打压顾家，好卸了顾家的军权。放肆！谁准你揣测圣意的？
将军，您真的要抬那个西凉女子做正事？不，我顾一寒之妻只有珊珊一人。可如今公主都不记得将军了，就是您有情，公主也无意。我在西凉时曾听人说过，有些正骨之人会从此失去记忆，想必珊珊体内的蛊毒还未驱尽。您是想交战前，我务必再去一次西凉。芍药，琳琅，他在这里干什么？相爷，这几日公主的情况稳定吗？忘情谷很稳定，就算停了药，他也不会再想起之前的那些事。那就好。相爷放心，蛊虫稳定，公主也无需要琳琅再继续守着，不如……不，你继续留着，我不能容许出一点差错。早前顾一寒体内的蛊都有异变，激起了珊珊。如果这次再出这样的意外，属下不会犯那样的错。我允诺你，只要让公主彻底忘记顾一寒，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便让你离开。是。那我只需要忠心之人。你刚才说让我忘记顾一寒是什么意思？微臣并未说。你撒谎！你刚才与琳琅说的话，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公主，您从小生活在皇宫，应该明白，有些话该听，有些话不该听。你想干什么？顾一寒，一寒哥哥。公主可是神志不清了，要不然微臣先送您回去。公主，吃了这颗药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好吗？不要！珊珊，你是我的，不许你再提起他，不许！珊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往后寝宫的门啊，不得再开了。昨夜宫里啊，闯入了一伙逆贼，幸好沈相路过，才救了你，不然后果啊，朕不敢想象。为何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？你受到了惊吓，想不起来啊，也是正常的。之后我再多派一些人跟着你。皇上，前线传来消息，顾将军和沈将军合力攻打叛军，我方大获全胜。传我命令，各军有赏。沈将军，他可是沈燕的兄长沈望川。沈相这次救你有功，我会一并好好奖赏沈家的。那顾将军呢？为何两人一起立功，皇兄一点也不提他？朝政的事儿就一并交给皇兄处理就好了，你无需担心，好好养病便是。此番沈望川的功劳不小，朕打算封他为大将军。丞相怎么想？臣敬仰兄长，可这一战谁都知道是顾一寒的功劳，贸然为兄长加功进爵，怕是会落人口舌。那依丞相的意思呢？如今边关战乱，稳定军心要紧，封赏顾一寒乃民之所向也，皇上要以大局为重。起来吧，还有伤呢。这也是看在你拼命救了珊珊的份上，
想补偿些许给你沈家。保护公主殿下，微臣在所不惜。朕知道你的心思，可惜啊，珊珊的心里啊只有顾一涵，根本就看不到你那颗真心。是臣无能，不能得公主欢心。多陪陪她吧，若是珊珊能对你敞开心扉，朕不会反对的。谢皇上恩准。对了，昨夜那几个逆贼尸首何在啊？都交由内廷了。朕不想再看到珊珊受到伤害，你与她自幼便亲近，待她好。如果不是她执意要选择顾一涵的话，朕也不会同意。皇上放心，臣绝不会辜负了公主。好多虫子，还走开！公主终于醒了，可是做了什么噩梦？相爷什么时候来的？微臣一直守在门外，刚刚听见公主叫喊，心急之下才贸然闯了进来，还请公主恕罪。相爷无需多礼，我还要谢过你的救命之恩。公主近些天一直待在皇宫，怕是都闷坏了，不如让微臣陪您出去走走。那就劳烦相爷了。小心，天有些冷，我去叫人拿件披风过来，你等着。都说相爷是京中女子闺中之梦，生得又俊俏，却独独只对公主一片真心。莫胡说，我与他只是朋友。这宫中里里外外，谁不知相爷对公主不一般？就公主自己还被蒙在鼓里。果真如此。是顾将军，他倒是不一样了。听说顾将军凯旋而归，皇上召他入宫，正是准备封赏呢，也不知道这次又会赏他些什么。啊，不记得也挺好的。小姐，天冷，我们进院子里等吧。我不知顾将军今日回朝，倒是不巧冲撞了。沈丞相这是与谁有缘共赏啊？这好像不干将军的事吧？我知道沈丞相对公主的心思，但我也奉劝一句，不该妄想的东西，最好不要妄想。败选就不必叫嚣了，等顾将军回了战场，再尽情耍威风吧。赐茶，这是西凉国新进贡来的茶叶，你喝喝看，看合不合胃口。好久没尝过家乡的茶了。你若是喜欢，今年新上贡的茶叶，全都送到将军的府上吧。谢过皇上，但是您已经给了将军诸多赏赐，秦不敢奢求更多。又在拿顾以涵说事，你就这么爱他吗？哪怕只是做一个卑微的妾，也心甘情愿？将军是奴的救命恩人，这份恩情无以为报，奴再不敢奢求更多。你倒是知恩图报啊！皇兄，你在吃什么好东西？也不叫我一起。秦夫人，我刚看到顾将军还在宫外，你不去陪他，怎能还在这里？宫里啊，刚进贡来一批新的茶叶，又知顾将军今日班师回朝，我便把他们夫妻二人一并请了过来。皇上知奴思将军心切，才恩准奴进宫等将军。是吗？可近几日我听闻，秦夫人常常进宫陪皇兄打猎下棋，交谈甚欢，
实难看出思君心切啊。公主，奴只是因为担忧将军，才央求皇上告诉将军的音讯。若是因此有人闲言闲语，奴愿以死谢罪。珊珊，你这是在哪听信了谗言，竟开始在这无端搬弄是非？皇兄，皇上，大将军来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将军，你终于来了，奴真的好想你。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顾将军，你击退叛军，如今立了大功，说吧，想要朕给你什么赏赐啊？保家卫国是臣的责任，臣无需。我看秦夫人和将军琴瑟和鸣，不如皇上就破个例，给秦夫人一个封号，提做正室吧。公主就这么希望臣娶妻吗？顾将军娶谁，自然与我无关。望秦夫人做了正室后，知晓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再恬不知耻的往宫里跑了。住嘴！珊珊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他说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至于封号的事，皇上与臣有恩，臣理应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不敢再奢望任何东西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便罢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先退下吧。公主好生奇怪，怎么好端端的又突然要去见皇上，还害得自己崴了脚？小事而已，无需在意。只是惹了一身胡骚回来，真叫人恶心。您这是学谁说的？要是给夫子听到了，又得好好说教一番了，说不准还会告到皇上那去呢。皇上不知为何，像是中了那女人的迷魂香一般，竟不顾非议，整日与她纠缠。珊珊，什么事竟惹得公主这样生气呢？相爷，臣四处寻找公主，没想到公主是赶去皇上那喝茶了。一时兴起便去了，违了相爷的约，还请见谅。还疼吗？无事，相爷无需担心。公主自幼怕苦怕疼，就是吃药也得去臣拿着蜜饯才能哄着吃下去。多久前的事了，相爷怎么还记得？你是我自幼宠惯了的人，为何长大了却显得与我疏离？我拿相爷当哥哥，相爷也……公主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相爷，请您自重。若是无事，我叫人送您回去。是臣唐突了，臣告退。将军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将军就这般甘愿为了他，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吗？这倒罢，旁人不知，奴可是清楚得很。你知道什么了？将军千里迢迢去西凉寻找蛊师，就是想解去公主体内的蛊，让她恢复记忆，与您重归于好吗？保护公主的安危本是我的职责，与其他事情无关。可那蛊就是丞相和皇上给他的，您接蛊，怕只会触怒龙颜啊。你放心，在此之前我会送你回去的。奴只想陪在你的身边，其他的不敢奢望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先起来。奴只求将军可怜可怜奴，将奴只当做一个暖床的工具都行，只要让奴能偶尔过来照顾你。我不会背叛婶婶，
我曾经应允过给你荣华富贵，你若是喜欢便拿去，若是不喜欢便离开。没了骨，他便就是这般模样。顾一涵，到底要怎样才能走入你的心？公主，刚才我听人说，相爷请皇上赐婚，要公主下嫁于他呢。芍药，你说实话，顾将军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他从前是否真的与我相识？这奴跟公主一样，与将军从未见过面，所以并不清楚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是皇上不让奴婢说的。那段伤心的记忆，您或许忘了更好。你当真想娶她？皇兄和相爷这是在谈论什么呢？在谈论你的婚事。你既来了，就一起听听吧。皇兄，珊珊现在还不想成婚，还请皇兄勿要操心此事。东药国使臣进宫，求朕送一位公主过去和亲。朕也想着你的确年纪不轻了。和亲？我才不想去东药国那等蛮荒之地。朕自然也不舍得。况且沈夏有意向朕求娶你，若你嫁给了他，朕便有了借口回绝那些蛮子。可是，公主可是不愿意嫁给臣？不是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和亲还是下嫁，你自己想个法子。你若是同意嫁与沈燕，朕即日便给你们赐婚。沈燕，我并非讨厌你，只是现在我还不想谈婚论嫁。公主不必掩饰，其实臣知晓，公主心里有他人。没有这回事。那公主是何意？这件事我会考虑的。明天我必给你答复。将军看到了吧？所谓情深也是会变的。给珊珊下刑蛊的人是不是你？是又怎样？那是公主自己的心愿，我没有理由阻止。若不是珊珊把我忘了，岂能有你的插足之地？她若是记起是你杀了她的孩子，还会像现在跟你心平气和的见面吗？珊珊，顾一涵，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想嫁给沈燕吗？这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要嫁给他，我不许你嫁给他。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嫁给丞相，难不成将军想让我去那蛮夷之地和亲？微臣也有意娶公主，公主可否考虑？你做梦！沈燕翩翩君子，我为何不嫁她？要选你这种粗鲁之人。若是公主喜欢，那一切都好。顾一涵，你哭了。我刚才咬疼你了。你咬的不疼，却是这里疼得微臣彻夜难眠。为何？我曾有一心爱的女子，我答应过她，和她一生一世，我却将她弄丢了。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军唤奴前来何事？我替你在西城择了一处院子，你可以带一些亲近的丫鬟一同随行。将军，这是厌恶奴了。拿了银两，你可以自由地过后半生，不必再像个奴才一样活着。
将军此举可是因为公主？是。将军，公主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想起你，就这么守着一个陌生人，将军也心甘情愿吗？我甘愿，是我先负了他，这些都是我该受的。如此，奴心中放着什么人？将军何必来劝我？奴喜欢将军，从在西凉看到第一眼便已发誓，此生若非将军，再不会追随别的人。我意已决，不会再留你。你若之后再寻死觅活，我也不再留你。将军对我，就真的从未动过心吗？从未。奴无能被顾一涵赶出了将军府，主子要杀要罚，奴不敢有怨言。这么快就被抛弃了，看来你在他心里连半点位置都没有啊！是奴无能，不能替主人分忧。我原以为这世上没有男人能逃得过你，没想到顾一涵倒是个特例。可惜他越这般情根深重，越是让我恶心。他配不上珊珊。奴只求一死。我本该杀了你，可是现在格局将变。我要你入宫，侍奉君王侧。奴若是进宫，让顾一涵看见了。贱人，你倒是念着顾一涵。不是的，主子，奴并非挂念他，只是怕顾一涵起了疑心，坏了主子的大事。是吗？奴绝不敢欺骗主子，请主子明察。我将你从西凉带出来，不是为了让你谈情说爱，照着我的话去做，知道了吗？奴遵命。奴无意冲召后。怎么哭成这样啊？谁欺负你了？奴被将军赶出府，王后怕是……他倒是心真狠。你先别哭了，容朕再想想。奴本就命贱，可若公主也是这般，皇上定会心碎不已。他打你了？你先随朕回宫，朕之后会处理此事的。站住！转过身来！我家殿下要你转过身来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怎么是你？他居然混进宫里来了，哥哥简直糊涂！谁教你的规矩？见到本宫都不用行礼了吗？奴婢知罪，请殿下开恩。拖下去，杖责30，丢出宫去。公主，公主，奴婢知错，求求您饶了奴婢吧！这是在闹什么？皇兄来的正巧，也不知这宫女是谁宫里的，见了本宫居然这般放肆。他是朕的人，谁想动还得先问过朕。皇兄什么时候这般饥不择食，连别人不要的贱婢也往宫里带了？够了！今天是祭祀的大日子，休要再胡闹。皇兄说我闹？堂堂天子竟罔顾礼义廉耻，将有夫之妇带进宫私会，更何况还是顾将军的枕边人。皇兄好大的脸面！是朕平常过于娇惯于你，竟教得你这样不知分寸。皇兄从未打过我，今天竟为了他。皇上，奴没有福分，若是因为奴害得您跟公主生了间隙，奴万分羞愧，不如一死了之。先起来吧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朕都会一辈子护你、爱你。殿下当真鲁莽了呢？对付这种人，必然不可硬赖。皇兄变了，那个女人究竟用了什么办法？皇上这个样子，跟顾将军当年简直一模一样，难不成？
你说什么？琴音姑娘来自西凉，那的人最擅长下蛊，说不定她是对皇上下了蛊。你去派人查查，看看有没有人懂得此术。是。主人，方玉现在应该已经对你死心塌地了。是的，主人，他说过，祭祀之后便会封我为妃。你做得很好，想要什么赏赐，我现在都可以答应你。秦音别无所求，只希望主人得偿所愿。待到事情告成，我会许你自由。谢主人。公主现在什么情况？公主最近并未来找奴麻烦，只听说她似乎一直在找琳琅问关于蛊虫的事情。她现在应该已经对你起了怀疑，不过也掀不起什么风了，随她去吧。公主打扮成这样出来是要做什么？前几日有人给我递消息，说自己认识一蛊师，可解蛊，特约我来此地见面。公主怎么这么容易就信了？万一是个圈套怎么办？总要赌一把，我不能看见哥哥毁在那女人手里。芍药，你去看别处还有没有人，不让别人发现了我。是。公主您可别乱走。别出声，是我。此位便是你说的中蛊之人？不是，中蛊之人不是我，是我皇兄，求求你救救他。中蛊如若不深，易解。此物灵幻蛊体，陛下熟睡之时将其奏响，便能将其体内蛊虫引出。多谢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就终于能让秦音那个女人原形毕露了。秦音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的夫人现在已经住进皇宫了，皇兄还准备要给她封妃呢。你怀疑给皇上下情蛊的人是他？皇兄近日神情恍惚，很多事都不记得了，唯独对秦音言听计从。芍药说，这跟他当年见过的中蛊之人一模一样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竟然找了一个祸害回来。秦音当年也是这么骗我的吧？连我皇兄都被骗了，你就不必自责了。也许你醒了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什么意思？我送公主回去吧。你之前说认识我，却是实话。保护公主一直都是微臣的职责。你不愿说便罢了，走吧。我的好公主，你可终于回来了。皇兄没发现我出去了吧？皇上这几天忙着册封大典，没时间注意公主这边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。册封？这3日皇上可做了许多事情，让秦妃娘娘任王尚书做义父，抬入宫中为妃，如今圣宠在身，骄横无比。我定不会让秦音这贱人在宫中作福作威。今日皇上身边的陈公公还来了一趟，要您去前殿参加宫宴。皇兄知道我厌恶那女人，怎么还要我过去？听说是为了公主和相爷的婚事。沈燕对我确实很好，可若说问问价，说实话，公主心里可有相爷？我不知道。莫老，公主体内的蛊还有解吗？有，只是她中蛊甚深，需7次取血，然后渡蛊。然则什么？死蛊之前一直压制不住，被控引蛊之时遭到反噬，届时
九死一生。怎么会这样？唉，是命要紧，还是结果要紧？为君慎思之。公主，今日的药还未喝。这药颇苦，我已痊愈，无需再喝了。哎，人家沈相也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公主不要任性。放旁边吧，我待会儿喝。顾将军怎么没来？前几日我还递信给他，邀他来宫里喝茶呢。朕已下旨，派他去清风岭剿匪了。什么？那一块的山匪凶恶，极为难缠。顾将军去了，岂不是凶多吉少？公主，可是心疼了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公主先把药喝了吧，咱们再慢慢买。顾将军啊，威武神勇，平定小小山贼，自当不在话下。如今朕啊，只关心你的婚事。沈相啊，一心想娶你，珊珊，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我也心悦丞相，望皇兄成全。那好，朕今日就赐婚，昭告天下，吩咐太常寺卿挑个良辰吉日，尽快完婚。微臣谢皇上成全。这都等了半天了，驸马怎么还没来？外面怎么了？宫院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公主，我们快走吧。皇兄，皇兄，你怎么了？是你这个贱人害了我们，这场宫宴也定然是你内外勾结挑起的。臣妾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不过是皇上疼惜罢了。凤珊珊，这世上不是所有男人都要围着你转的。沈燕如此，顾一涵也如此。你这样愚蠢骄纵的女人，到底哪里值得他喜欢？你来人，将他给我送回公主殿。不要，放开我！皇兄，皇兄！珊珊，可是他在唤朕。皇上听错了，刚才只有臣妾一直陪在您身边。外边怎的这样吵闹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您不记得了吗？今天是公主大婚，外面正热闹着呢。大婚？那朕得去看看珊珊。皇上乏了，先随臣妾回房休息吧。一切的事交给底下的人去办就行。芍药，芍药，对不起，公主。是芍药骗了你，我将军与你情深，也因为中蛊被迷了心智，才会与你分开。别说了，太医，太医！此生能遇见公主，是奴婢最大的幸运。只可惜，奴婢没有福分，不能陪公主继续做下去。谁快来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公主怎么哭了？在这大喜的日子，该是高兴才对。沈燕，你快救救皇兄，他被情意蒙蔽了心，已经失了神智。珊珊听话，等我坐上皇位，你将会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你在说什么？沈燕，你想谋逆吗？我不叫沈燕，我的真名叫秦燕。秦燕，你是秦将军的人？没错，
当年秦家被皇上满门抄斩，只剩我与哥哥2人，我们千辛万苦逃到西凉才活下来。回到京城后，一直靠故人收留，才有今天复仇的机会。你接近我就是为了这个？那你现在想怎样？想杀了我？我怎舍得杀你？你可是我最爱的女人，珊珊。只要你听话，我会封你为皇后，与我共享这江山。你放开我，滚开！顾将军来了。顾一寒，他定是来救我们的。你还惦记着他？等着，我会让你亲眼看见他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。沈烨，你做梦！那就试试看。沈烨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珊珊，沈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想杀了他吗？我的身份相信顾将军已经知道了。你觉得我会留下自己仇人的妹妹吗？沈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想他死，就自刎。不要，一涵，你不要听他的。我自刎，你就会放了他吗？我以秦家的名义起誓。沈烨，你给我说到做到。不要！在家等我，等我凯旋，便娶你为妻。好，我一定等你。一涵哥哥，若有来世，我还嫁你。珊珊，可是还有心事未了。微臣拜见皇上。皇上，龙体可不好些了？说来惭愧啊，朕仅一时的怜悯，落入奸人圈套，险些亡国。幸亏你及时赶到，将秦家那群反贼抓住。臣已遵照陛下旨意，将沈烨起因打入天牢，即日问斩。经历了此番波折，朕倒是能体会你当初的感觉了。皇上，珊珊她还会原谅我吗？朕也不知珊珊心里如何想啊，只是你主动请旨平定战乱，万一有危险，就不怕她难过吗？国家动乱，比起儿女情长，臣更在乎的是所爱之人的安危。去看看他吧，他刚醒，这次的确是九死一生啊。臣告退。为何不敢见我？我对不起。对不起的话，等你活着回来的时候再说吧。好。一涵，不许再忘了我，听到了吗？绝不会。